在高雄的山與田之間，藏着許多你不知道的故事。有一種茶，它不在茶園，而在原始森林的百年喬木之上，喝得到歲月的芬芳。有一種菜，曾是湖裡的雜草，如今卻撐起了整個美濃的驕傲。還有一群阿嬤，他們用超過1甲子的歷練，為你沖出一杯最有溫度的人生咖啡。這次，我們循着每3年1屆台灣農村重要賽事中得獎的金牌農村的腳步，不當觀光客，而是當一個故事的探尋者。跟着我們一起品嘗這些用生命與土地交織出的真實滋味吧。這裡是六龜山茶故事館。在台灣呢，我們很容易可以喝得到厲害的好茶，但是這裡的茶很特別哦，它是原生種的山茶，而不是人為栽種的。而且我們一般看人家採茶都是要彎着腰採，但六龜山茶呢，它是生長在高海拔原始林中的百年喬木茶樹，所以呢，要摘採茶呢是要爬上樹去採的。據說呢，喝起來會有森林的味道。我們現在來參加茶席體驗，跟老師學習一下泡茶技藝，喝一下老師幫我們泡的茶。我們今天總共是體驗2種茶，分別是紅茶跟橙茶。那看到橙茶的時候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想法，就是說，是不是柑橘？就不是是因為它的茶湯的顏色是橙色的，所以才叫做橙茶。參加茶席體驗的話呢，還可以在這個席間上面吃到用山茶滷制的茶葉蛋，這個非常的特別，我們趕快來試一下它的味道吧。這跟一般的茶葉蛋吃起來的味道完全不一樣還蠻驚喜的。它有一種會回甘的甜味，而且整個香氣呢比較近似於鐵蛋，但是它的蛋白又是柔軟的，蛋黃呢也非常的濕潤。超級好吃，我第一次吃到這種口味的。如果有來到這裡，一定要試試看。喜歡喝茶的人一定會非常愛這個行程，用90分鐘的時間在茶席上面跟你同行的夥伴還有茶藝老師一起聊聊天，交流一下茶的知識，很快的時間就過去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悠閒。这個是白茶，你看它的茶葉長得很特別哦，跟我們一般看到的不一樣，因為它沒有經過揉製，所以茶葉看起來比較大片，不會像一般茶葉整個是這樣蜷縮成一團。大家可以喝到呢，它原本這個茶葉比較原來的味道。我們今天參加茶席體驗的活動我覺得還蠻喜歡的。一個人用350元的價格呢，然後你就可以喝到1斤1萬多塊的白茶，我覺得真的還蠻值得的。那它的體驗時間呢是90分鐘，我就可以慢慢喝茶，慢慢聊天。但是記得這個活動是需要事先預約的哦。其實我們剛剛跟旁邊的大姐聊得還蠻開心的。我们现在来到李氏野蓮，大家有聽過野蓮這種蔬菜嗎？其實它就是我們在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水蓮。那水蓮這種蔬菜呢，其實不管是清炒還是拿來煮火鍋都非常的好吃。那我們等一下呢要來體驗採野蓮，所以呢我現在要換這個青蛙裝，等一下下水體驗洗野蓮。青蛙裝換好了，你看它的配色其實還蠻可愛的而且它東西質感還蠻好的。我本來想說應該會爛爛的，不會我現在準備要下水嘍，
好神奇的感覺哦，就很像穿着衣服下去游泳池，它的浮力還蠻強的。我們現在要開始處理野蓮了。老師說呢，你這個根啊，剪到接近它就是尾巴的地方就好了，不要全部剪開，因為如果全部解開呢，野蓮就會散開。可是我們拿回家之後要料理之前呢，還是要把底下的部分全部剪光。野蓮我吃過很多了，第一次知道它有葉子，葉子長這個樣子。接下來我們來整理一下水蓮，把枯掉黃掉的部分呢移除掉。據說台灣有90%以上的野蓮呢都產自於高雄美濃，甚至還外銷到了日本。那它跟煎拌花還有福菜3個呢稱為美濃3寶，可見野蓮對於美濃的重要性。你知道為什麼野蓮被稱作野蓮嗎？就是啊，它本來是野生的一種蔬菜，然後是後來呢被拿到市场上販賣的時候呢，才被人家廣泛稱作為水蓮。跟大家說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其實野蓮這種植物呢，它在1970年代以前啊，被當作是美濃中正湖一帶的雜草。那是當地的農民發現說，這種植物它四季生長，而且口感獨特，於是就開始辟池復育。像我們今天來的李氏野蓮，他們家啊，其實就是當時負責開墾、培育以及技術傳承的野蓮教父，擁有幾十年的種植經驗，而且也是獲得台灣產銷履歷認證的友善生態農場哦。我現在要來幫野蓮編辮子，這野蓮很像女生的頭髮，編起來真的跟長頭髮的女生在綁辮子是一樣的感覺，所以女生應該都很熟悉吧？這野蓮跟女生的頭髮一樣，是會打結的哦。大家都把它當皇冠戴在頭上，像這樣子。這個洗水蓮的體驗呢，每一個人是200塊錢，建議要在1個禮拜之前先預約，你臨時來到現場是沒有辦法的。後面的大哥大姐們正在包裝水蓮，全台灣有90%以上的水蓮啊，都是從美濃這裡出去的哦。搞不好你從全聯買到的都是哦。這青蛙裝超厲害的，真的完全不會弄濕脫下來全部都是乾的。我本來還有點擔心，真的很值得去體驗一下哦。裡面呢，其實還包含導覽的部分。剛剛聽導覽老師說啊，野蓮這2個字呢是他們美濃有註冊的，所以在美濃生產的才可以叫做野蓮，其他地方生產的呢，在市場上都只能統稱叫做水蓮。那這個植物呢，它原本的名字啊叫做龍骨變性菜，可是當時呢美濃的人不曉得，所以就幫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野蓮。這裡是 DC 咖啡阿嬤咖啡2館，聽說呢，這裡是全台灣號稱最老的咖啡店。那老的是什麼呢？不是咖啡師的資歷，老的是他們的人生閱歷。聽說這裡呢不夠老的咖啡師呢還不能夠進來哦。他們平均年齡呢，聽說在80歲左右，然後要70歲以上的咖啡師呢才能夠進來。我們現在來到阿嬤們工作的場域，一進來就聞到濃濃的咖啡香。那這些阿嬤們呢，他們其實都是透過社區培育這些咖啡技藝出來的，都是有認證的哦，不是說隨便泡泡算了哦。現在剛好有一群團體進來，所以阿嬤們呢都很努力的在準備咖啡。那關於这間咖啡館的起源呢，其實就是因為這邊的社區啊，它已經呈現一個高齡化的狀態，所以他們就想說在社區裡面開辦咖啡課程，然後經營一間咖啡館。然後這間咖啡館呢，其實就是讓阿嬤們學成之後能夠學以致用，來這邊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地方。我們來問阿嬤一些問題哦。請問一下，阿嬤，你今年幾歲了？72。哦，所以你在這邊應該是剩少年的哦。還好啊，都差不多。那你來這邊大概幾年了？從自工到現在已經10幾年了。啊，10幾年了。那你覺得學咖啡會很難嗎？不會啊。那你覺得這件工作好玩嗎？好玩啊。謝謝。謝謝阿嬤。哇，非常的穩哎。剛剛在冲咖啡的那一位呢，是這裡的第1代阿嬤，她已經高齡90歲了。天啊，她如果端咖啡給我喝，我會覺得真的很不好意思哎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看她在沖，
他手比我穩多了，我的手會抖的，你知道嗎？架勢超棒。我光現在拿相機手都會抖了。阿嬤是真的有技術的哦。謝謝。這杯是西西里咖啡，但是是沒有氣泡的版本，看起來很真材實料，因為裡面全部都是檸檬的渣渣。我刚剛喝了非常好喝，好棒哦。这酸香感很棒哎。剛剛阿嬤非常可愛，說有沒有很臭屁？我們咖啡是不是很好喝？我說對，就是要這麼臭屁有自信，就真的有那麼好喝。除了西西里咖啡之外呢，我們另外還點了一杯冰咖啡，然後它會有一個鳳梨酥給我們，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吧。哦，這個咖啡啊很好喝，很順口哎。但其實你來這邊呢，就是你可以先選熱咖啡或者冰咖啡，100塊錢呢就能夠有一杯，而且呢這邊的咖啡基本上就是精品級起跳的。那如果說你想要有一些特別的，你可以現場問看看他今天有沒有，那價錢呢也是現場他在報價給你。這間咖啡店呢，它是屬於完全預約制的，只要他們有空，你約他們就會來，你就能夠喝到咖啡。乾杯！讚！我們現在來到金旗山城，它是位於旗山糖廠裡面哦，一個由旗山糖廠社區發展協會所創立的品牌。說到旗山，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香蕉，它可是香蕉王國之中的香蕉王國哦。你看它這個門口也是做了香蕉的形狀。過去這個地方啊，曾經因為香蕉跟糖業而繁榮，所以在這邊呢，我們可以品嘗到一些很特別的跟香蕉相關的農特產品，也可以利用香蕉呢來製作一些有趣的 DIY。好多香蕉相關的製品哦，有香蕉爆米花，還有蛋卷。當然呢，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這種特別的米乖乖，也是香蕉做的哦。這個烏龍茶呢，叫做蕉桂烏龍茶，聽名字就非常的特別，而且香蕉口味的茶呢，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哦，我們看到一款很特別的東西，叫做蕉拌麵。剛剛本來想說，會不會是香蕉的味道？結果不是，它是把香蕉呢，就是磨成粉放到裡面去，讓它的膳食纖維更多，而且增加它的這個抗性澱粉，那你吃起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負擔，升糖就比較低。這個我最了解了，這好讚哦。這邊的農特產品啊，真的都還蠻獨特的。像有一些東西呢，我們可能會在這個地方也看得到，那個地方也看得到。可是呢，就只有在旗山這裡啊，我們才有看到這麼多種類的香蕉的農特產品。我覺得可見這邊啊，它的產量一定非常的大。我們覺得旗山糖廠啊，真的很適合秋冬的時候來走一走，天氣還蠻涼爽的。那走在這個倉庫群旁邊呢，拍照也非常的好看。现在来做香蕉絲水台球 DIY。首先呢，我們拿到這個香蕉絲，要先把它放到水裡面去浸泡，讓它泡軟一點點備用。再來，我們要把水台浸濕。浸濕之後呢，我們再稍微把水分瀝乾，拿起來。我們再來把它鋪平，然後加入竹箔進去，然後要像包飯糰一樣呢，把它包起來，包成一個球形。真的很像在包飯糰。对啊，好好玩哦。再來呢，我們用香蕉絲當繩子，把這個台球稍微固定起來。接下來我們要用椰絲來裝飾外觀，一樣先把它鋪平。再來把台球呢整個包起來，最後呢再用香蕉絲固定起來，我們就完成了。哦，終於快弄好了。我們最後把多餘的線頭剪掉，再做最後的修整就可以了，完成了。我們的香蕉絲水台球完成了，整個過程呢不會很難，而且我覺得蠻有趣，很有成就感。完成的成品呢還蠻漂亮的。這邊販賣的餅乾呢都可以先試吃，
然後我們點了一個香蕉花蜜檸凍飲，這是他們的特色產品。我剛剛在拍的時候，我就笑鼠想要吃這些，哎，剛好試吃。這個好喝哎，喝起來就是有一點點香蕉的香氣，一點也不違和。其他的東西呢，就留給大家來這邊親身體驗哦。這裡面逛起來很舒服，然後活動也覺得蠻有趣的，很推薦大家來。我们来总結一下今天的內容呢，是高雄慢旅行3線2日遊中的金牌農村，搭配周邊特色的4選。今天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的體驗，也品嘗了很多當地農產製成的特色美食。那歡迎大家呢跟着完整的遊程走一遍，或者是像我們一樣，可以從中挑出幾個來做一個1日遊的行程。相關資訊我們會放在資訊欄裡面，請大家多多參考。最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影片中的 DIY 行程啊，都是需要事先預約的哦。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。